你有没有发现，当全世界都在担忧老龄化可能导致经济停滞时，新加坡却反其道而行之？今年刚刚发布的新版人口政策可以说是逆天扩招，不仅名额暴涨，连未来的总人口目标都定了，直接冲击690万人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这并不是随便喊口号。2026年开年，新加坡正式宣布了一项重磅消息，将进一步放开人才引进政策，每年将接纳更多的公民和永久居民。你没有听错，这可是近20年来新加坡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放宽移民政策。而这次扩招的核心目的之一，就是为新加坡注入全新的活力，缓解老龄化和低出生率带来的经济压力。那么新政策具体有哪些重点？副总理严金勇也已经透露了最新的移民要求，我们稍后会详细拆解这些细节，一起看看这到底会怎样影响我们每一个人。不管你是在新加坡工作生活，还是考虑移民，这些内容都对你至关重要。新加坡究竟做了怎样的大胆决定？它背后有哪些惊人的政策细节？别走开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吧。我们先从全球的大背景说起。说到老龄化，全世界都在头疼这个问题。比如日本过去20年，他们的老龄化率已经突破29%，结果是什么？年轻一代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，养老金不够，人口下滑，直接拖垮了他们的 GDP 增长。欧洲一些国家更惨，像意大利和西班牙，生育率连1.3都不到。人口萎缩的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少，生产力低，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？再来看新加坡，其实新加坡的情况也不乐观。截至今年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已经攀升到20.7%，也就是每5个人里有1个是老年人了。按照这个趋势，到2030年，4个人里就有1个是老年人口。更别说新加坡的生育率，去年创下历史新低，仅仅0.87，这个数据连基本人口更替的一半都不到。真的让人捏一把汗。可是有意思的是，当其他国家因为人口衰退缩减政策时，新加坡却选择了逆势扩招。根据最新政策，从2023年至2028年，新加坡每年将接纳2.5万到3万新公民，而且还会额外批准4万永久居民，也就是 PR。你没听错，这不仅是放宽了移民政策，还直接在原先基础上增长了15%。其他国家都害怕扩招人口会带来压力，新加坡为什么敢这样做？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问题。那新加坡的扩招会不会让你觉得人多了很挤，或者资源会被抢走？很多人担心这一点。那我们就来说说扩招对普通人生活质量到底有什么影响。首先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让你意外的数据：新加坡的总人口目前是580万人，但真正持有新加坡国籍的人口其实只有285万而已，剩下的是永久居民和外籍劳工。人口扩招意味着将为本地增添更多具有长期贡献的新移民，尤其是年轻人。这一改变有什么好处？比如为养老金体系注入活力。新加坡的退休储备金，也就是 KF， 过去高度依赖年轻人口，新的移民会帮助分担这种压力，提高资金池的健康度。再比如新加坡的医疗系统和交通基建，随着年轻工作人口的增长，医疗资源的效率会进一步提升。严金勇副总理提到，到2026年，新加坡将完成多个重大项目，比如大石港口全面升级、汤申地铁线延伸，这些都在为更多人口做好准备。当然，本地居民可能会担心，新移民是不是会抢资源？答案是很明确的，新加坡吸纳的移民绝非普通劳动力，而是全球精英，通过超级筛选机制来确保他们对社会效率的正向推动。这不是简单的人数增加，而是通过优化人口结构解决老龄化难题。我们接着看下一章。接着我们来看一组更扎心的数据，新加坡的出生率真的越来越低了。去年新加坡只迎来了2.75万名新生儿，这仅仅是一代更替生育率2.1%的40%，而且这一出生率已经跌至历史最低点，仅为0.87。不仅如此，每年的结婚人数也在持续减少，去年只有2.47万对新人登记结婚，这比前一年少了1641对，下降了6.2%。你没听错，连续3年的结婚人数都在降低，一旦晚婚不生子，甚至直接不婚的趋势继续恶化，人口断层将会非常明显。这样的数据透露出什么讯号？简单来说，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，新加坡未来10年的人口红利将完全消失，经济增长可能步入日本模式，经济长期停滞，社会老龄化导致生产力下降，养老金等社会福利面临沉重压力。这点连黄循财总理都明确表态，如果我们不果断引入更多移民，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动能可能会彻底丧失。所以说，新加坡的人口政策调整不是一种选择，而是一种不得不做的决定。这背后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人口危机。
而690万人口目标可能只是新加坡布局的第一步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很好奇，哪些人有机会拿新加坡的 PR 呢？别急，接下来我们就聊聊有哪些人可以受益于这次政策变动，又是哪些人会借这个政策加入我们新加坡。根据最新人口政策，新加坡的吸纳重点是年轻、高学历、高潜力的人群，还特别强调亚裔申请人的优先性。如果你有高教育背景，特别是在21到30岁这个年龄段，无论是独立申请还是全家一起移民，你的成功率一般都会比较高。去年所有新或永久居民中，超过80%都是中等学历以上，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的申请者，比如马来西亚、印尼和菲律宾，因为地理和文化的相近性，通过率是非常高的。新加坡也在鼓励这部分年轻人留下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开始觉得自己也可能有机会？赶紧留言告诉我。最后，有些人可能还是不放心，会问：新加坡吸纳这么多人，到底会不会影响社会安定？其实，新加坡的政策设计非常独特，比如在种族比例上，新加坡一直严格遵循人口种族平衡机制，确保社会和谐。即使扩招人口，也都是精心筛选后才能进入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新加坡从来不是放低门槛，而是提高融入门槛。你如果想拿 PR， 不单需要满足新加坡对于学历、年龄、家庭的要求，还要证明你能够适应新加坡本地文化。这种筛选标准帮助把潜在的社会压力转化为新的社会生产力，防止资源被简单抢占。严金友副总理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这是新加坡用全球化的眼光去思考一个城市国家的发展，这不是数量的增长，而是能力的扩张。这样的大国逻辑你怎么看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。大家觉得以新加坡如今的策略，到2030年真的能够实现690万人口目标吗？如果你对新加坡扩招政策有什么看法，是赞成还是反对，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另外，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个赞并推荐给你身边对新加坡最新政策十分关注的朋友。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期视频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新加坡的实用信息。我是阿明，咱们下期再见。